岩石，地球的脊梁；石头，玉的摇篮；翡翠在黑暗中闪烁。哈，这翻译的都是些啥呀 ？Hello， 大家好，我是板娘小薇。光看前面那3条，看出来是谁的命座了吗？3、2、1，没猜出来吧？说明你对角色命座的研究还不够透彻，是不是从来只关注命座的技能和加成？是不是只知道要么命座战神，要么零命等于-1命？你是这样的同学吗？是的话，在弹幕上扣个1啊！我跟你们说啊，我最近在沉迷于研究这个元学上，意外的发现了很多我不知道的冷知识。就说这个元神命座的英翻吧，根本就翻译不出来中文的那种博大精深，有时候呢甚至翻译的是莫名其妙，但是有时候呢却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了解命座的背景和含义。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命座的考究内涵各个方面。再说一个，你们知道胡桃的命座影蝶座，每一命啊讲的是这个往生堂啊对于来的客户的丧葬服务的这个办事顺序吗？目前已知璃月一共出了14个角色，那今天我们就挑几个特别的来讲。可想而知啊，本期视频信息量极大，所以观看之前，屏幕面前的你不妨先点赞、关注、收藏一下。同时呢，本期还包含了 UP 主个人的一些大胆推测，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弹幕评论区踊跃讨论啊。下面我们开始吧。首先，在提瓦特大陆上，占星术士认为命之座能映射人物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所以第一个咱们看的是宁光的命之座。基衡仪座，在这之前我们要了解一个中国古代的文物，叫做基衡辅辰仪啊，是古代重要的天文观测仪器。从某个特定的方向来看呢，宁光命座上的这个图案，哎，是不是就很像这个仪器啊？而且仪器的命名考究啊，出自于《尚书顺典》中有一句名言叫“玄机玉衡，以其七正”，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啊？玉衡呢，在元神里就是克勤，那玄机出现在哪里呢？宁光的 E 技能玄机平，嘿，所以在这里呢，我大胆推测啊，我觉得这个玄机既能指代宁光，又能代指归中基。我为什么这么推测呢？一是因为宁光和归中基的联系就很紧密，二呢，来看宁光命座。如果说第3命指的是宁光得到神之眼，当上了璃月天权星，第4命指的是宁光第一次改造归中基抵御魔王，那第1命会不会指的就是阎王帝君在孤云阁投下巨大岩枪，云碎就是孤云阁裂开了嘛啊？那第2命抛开玄机，先说昆仑这个含义，早就有网友分析啊，3位仙人流云借风真君、薛岳柱杨真君，还有李水蝶山真君一头鹿2只鹤的考究，可能来自于道教，而昆仑山在道教里啊，相当于仙人柱的仙山了。所以这么看来，这一句玄机合璧镇昆仑，会不会就是流云借风真君还有陈王归中2人一起制造了归中基，护得璃月后山，或者说是昆仑一片安宁？但是有一个疑点啊，我至今没有想明白。第一次咱们一起在璃月共同抵御漩涡之魔神奥塞尔的时候，流云借风真君说他是归中基的制造者，而在《史书记录卷1》中记载，归中基是陈王归中所设，所以难道是流云造好了让归中放在天衡山的？反正这些都是我的猜测啊，你们觉得呢？最后看宁光第5命第6命说的内容非常像前段时间的风起鹤归剧情，重建群玉阁是在天衡山范围内吧？尤其剧情中的这个镜头，这不就是穷平前善吗？不依靠仙家的力量抵御漩涡之魔神奥塞尔的妻子，而且这一战过后，从此证明了宁光以及七星里的其他人能够撑起璃月的运作，让璃月进入一个人质的时代，又印证了命座最后一句话。所以说人物的一生命定于此，在命座里有所显现是非常有道理的。第2个我们要看的是甘雨的命座仙灵座。之前有人推测啊，甘雨的结局会非常不好，是米哈游早早埋下的刀，但是我觉得那完全就是胡说八道。尤其翻译成英文之后啊，每一命说的不都是王小美的优良品德吗？喝露水不食人间烟火，吉祥代表云行者、西游、仁慈、温暖。为什么之前推测会有刀呢？是因为4命和2命西守霍林这个词的意义不太好。这词呢来源于春秋，孔子看到被人捕获的麒麟之后啊，觉得不祥，所以封笔就不写春秋了。但是呢往下看啊，5命6命出自陆机，毛狮草木鸟兽虫鱼书啊，就是说麒麟这种生物呢太善良了，不采虫子不折草，这描绘的不都是挺好的意境吗？哪里有刀啦？我是没看出来，你们看出来了吗？再来看看开头钟离的命座阎王帝君座哈，因为神没有神之眼，所以钟离的命座就是他自己。通过英文翻译呢，我们能知道钟离的每一命开头说的都是一种岩石或者矿石，黄玉坚不可摧，无所畏惧，天青石秩序的使者，金玉统治者的赏金。奇怪啊，为什么这个金玉翻译不出来呢？有英文好的小伙伴给大家解释解释吗？比起英文翻译还是中文好听。哎，你们说国外的玩家能理解这种深奥在里面吗？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看胡桃的影蝶座啊，
赤团就是彼岸花，也是胡桃衣服背面的图案。有人可能会反驳啊，因为胡桃的头顶和眼睛里都是梅花，为什么赤团不能是梅花呢？原因一，我们看英文翻译，深红色的花束，不祥的降雨，挥之不去的胭脂红，永恒安息的花园，花香和蝴蝶的拥抱，什么不祥啊，什么永恒安息啊，应该都可以看出来是逝者已去，对吧？那彼岸花开的时候才代表了有人去世，所以这里不可能是用梅花来形容这件事情的。原因二，斜飞去这个词，在风水中有不好的含义，所以呢可以和赤团相对应。那第一命就可以理解为有人去世了，第二命不喜欢一会儿晴一会儿雨，因为这是不祥的征兆。我猜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要下葬，所以不能是下雨天。第三命，这个时候来了一只蝴蝶，逗留采血色，因为英翻提到了胭脂红，所以我猜这里呢应该是在抹胭脂，整理仪容。那接下来伴君棉花房，就是蝴蝶不愿意飞走，停留在安息之人身旁。下一命无可奈何，燃花作香。为什么无可奈何啊？为什么要燃烧彼岸花？是因为在胡桃的角色故事2当中说要肩负双倍的责任，让阴阳两界的人满意，所以呢知道蝴蝶逗留是不舍故人离去的前提下，只能无可奈何燃烧了彼岸花，意味着送走客户，才有了最后的逝者虽去，蝴蝶却留有花香。两边这下都满意了吧？同时呢，对最后2命我还有一个推测啊，你们说说最后2命会不会连蝴蝶也一起送走了？所以英文翻译第6命才会是蝴蝶的拥抱啊，就是蝴蝶跟着一起走了，但是世间能留存一缕芬芳。总之这个蝴蝶指代的到底是真的蝴蝶呢，还是意有所指？更或者说这个蝴蝶就是胡桃，这6命呢就是胡桃送爷爷时候的写照。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好了，本期视频就先分析到这里了，感兴趣的话呢，下次我再找那么几个有特点的角色来分析分析。只能说啊，哎呀，戏还是你米哈游戏呀。好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